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月之，欢迎来到月活晚年频道。你知道吗？就在今年，美国移民局悄悄地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那些拿着绿卡却总想钻空子的人。说实话，很多咱们华人朋友还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可能已经上了人家的重点关注名单。等到移民局的信寄到家门口，或者入境时被海关请进小黑屋，那时候再手忙脚乱，可就真的晚了。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移民局这回到底在查什么？哪些朋友的风险最大？咱们又该怎么提前给自己上好保险？你先别觉得这事离你很远，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你，你觉得绿卡一到手，是不是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移民局再也懒得管你了？你要是这么想，那这个念头可得赶紧打住。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从2025年开始，移民局盯着咱们绿卡持有者的眼睛，可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尖、都严厉，他们的手段也更新了、更智能了。你想像以前那样打个擦边球，难度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咱们不绕弯子，直接说核心，这次大清查就围着4个字转：福利滥用。说白了，移民局现在专门抓那些一边享受着美国政府给的福利补贴，一边又常年不在美国生活，不给美国社会做贡献的人。在执法官员眼里，这种行为就是在占所有诚实纳税人的便宜，是系统里的寄生虫，是这次行动一定要清理出去的对象。你可能觉得移民局管这个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其实不然，美国的福利体系是建立在信任和居住事实基础上的。它旨在帮助暂时陷入困境的居民，而不是成为一份可以随身携带的离岸收入。当你长期不在美国，却持续领取这份基于你在美居住和生活困难的补助时，从法律和道德层面，性质就完全变了。你可能会觉得，我老老实实的，这跟我有啥关系？问题就出在这儿，很多人压根分不清哪条线可以踩，哪条线是高压线。有时候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听信了错误的朋友圈建议，就踩了雷。我给你讲个真实发生的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可能就是我们的邻居、朋友。我认识一位华人王阿姨，绿卡拿了有些年头了，在美国没工作，家庭开销主要靠先生。前几年她身体出了点问题，申请了政府的医疗补助，这本来很正常，谁没个病痛呢？但他同时呢，又申请了一份叫做 SSI 的现金补助，每个月能领900多美元。这钱他领着，可人却很少待在美国，一年里有大半年都在国内生活，照顾年迈的父母，或者享受更熟悉的环境，只是每隔几个月回来一趟，以为这样按时报到就能维持住绿卡身份。他心里可能还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权益，毕竟他也是合法居民。结果就在2025年初，他像往常一样回美国，在机场就被海关拦下了，进了那间让人心慌的询问室。官员把电脑屏幕一转，他的记录清清楚楚，过去3年人在境外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年半，但 SSI 的款项每月照收不误，一天都没停过。官员直接问他，你长期不住在这里，为什么持续领取美国纳税人的钱？你究竟是把这里当家，还是只当个提款机？王阿姨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都答不上来，最后在巨大的压力和害怕被立即遣返的恐惧下，签了一份叫做 IA407 的表格，主动放弃了绿卡。虽然后来她花了天价律师费想挽回，律师也尽力帮她陈述家庭和健康原因，但移民局的观点很坚定，长期离境与领取现金福利这2件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放弃永久居住意图的强有力证据。
整个过程折磨得他精疲力尽，最终还是失去了身份。多年等待很努力付诸东流，因为我们不仅要看现象，还要弄明白背后的逻辑，这样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那我们肯定会好奇，美国这么大，移民局是怎么从茫茫人海里把这些人找出来的呢？他们真有这个精力一个一个去查吗？这就是第三个关键点了。现在全靠大数据说话，技术的力量让执法效率产生了质变。到了2025年，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库基本都打通了，或者说调用权限变得非常顺畅。移民局想查你，轻轻松松就能跨部门调出你的福利领取记录、每年报税的情况、每一次出入美国的精确记录，甚至你的社会安全号使用痕迹和银行账户的大致资金流动情况。只要你过去10年在美国有活动，他们就能通过数据拼出一幅关于你居住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完整图景。你想隐藏的部分，在数据对比下无所遁形，尤其是社会安全署的系统，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领取 SSI 社会安全金、医疗补助的人的信息，什么时候开始领，领了多少钱，一清二楚。移民局只需要把这个福利领取名单和海关的出入境数据库一比对，哪些人长期不在美国却照样领钱，那个名单简直是自己跳出来的。我听说2025年4月还出了个社会安全署闹了个大乌龙，错误地把6000多个移民的信息标记成了死亡，导致他们福利停发，工作也受影响。这事虽然说是系统错误，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对移民信息的监控和追踪已经严密和自动化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指令下去，影响就是成千上万人，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你的信息在系统里，你就一直在被观察着。那现在移民局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他们用的是精准打击的策略，有点像现代战争里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先用大数据模型筛出一批高风险目标，就是那些福利记录和离境记录对不上号的人，系统会给这些人打个分，标上颜色。然后重点就在这些人入境美国的时候布防，海关官员可能在你的航班降落前就已经收到了提示，对你进行重点检查。一旦在海关被拦截询问，只要发现情况属实，官员当场就可能启动吊销绿卡的程序。这个方法效率高得可怕，因为你可能以前侥幸过关10次，每次都是快速通关，但只要的11次被盯上，他们就会把你过去3年、5年甚至10年的记录全部翻出来，证明你长期以来的行为模式就是这样，而不是偶然一次。他们会看你是否在美国有房产缴纳地税，是否有稳定的工资单显示你在工作，是否有孩子在美国长期就读的记录，这些都是他们综合判断你是否以美国为家的证据链。这里还有个细节，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但至关重要。根据法律，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超过1年，绿卡会自动失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你离境超过6个月，虽然绿卡不会自动失效，可当你再次入境时，你就负有举证责任，必须向海关官员证明你仍有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意图。这个证明可不是你嘴上说说我爱美国就行，那太苍白了。官员会一连串的问你，问题环环相扣。这次离开多久？去做什么？在美国有固定工作吗？有房产吗？房子贷款还是全款？直系亲属在哪里生活？最近1年报税了吗？报税记录显示的收入来源是什么？领取过政府哪些福利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没工作、没房子，家人都在国内，还在领美国的补贴，你猜官员会怎么判断？
他们会认定你根本没有在美国常住的打算，保留绿卡只是为了进出方便和享受福利，你的生活重心和真实的家显然在别处。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有权当场扣下你的绿卡，启动撤销程序，并给你一份上移民法庭的通知。虽然法律上你有权要求上移民法庭听证，由法官来裁决，而不是直接被官员一句话驱逐，但在实际中，很多人在海关那种高压、陌生、孤立无援的环境里，语言可能还不完全通，一慌张，容易被引导着签下那份 I-407 自愿放弃绿卡表格。官员可能会说，签了这个你就能马上走，不然可能要关很久，或者你这个情况肯定保不住，签了省事。一旦你签了字，就等于自己放弃了永久居民身份，之后再想通过法律途径找回来，希望非常渺茫。因为你的自愿放弃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极强的对你不利的证据，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大声提醒各位，无论海关官员的语气多严厉，给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的建议，千万不要轻易在那张 A407 表格上签字。你的权利是要求联系律师，要求见移民法官，这是你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守的底线。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 attorney， 或者 I do not wish to sign anything until I consult with a lawyer。 说到这儿，估计不少朋友心里开始嘀咕了，甚至有点冒汗。照这么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才能平安无事呢？你别急，光担心没用，我们得行动。我给你几条实实在在的可以操作的建议，你可以对照着自己的情况琢磨琢磨，该调整的早点调整。首先，如果你目前正在领取 SSI 这类现金福利，同时又需要频繁中美两边跑，比如国内有生意要照顾，有老人要赡养，那你真的面临一个选择，一个需要认真权衡的选择，要么停止领取这份现金福利，要么大幅减少回国的频率和时间，把每年离境时间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鱼与熊掌在现在的执法环境下很难兼得了，一边拿钱一边长期不在，风险系数太高，就像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你需要评估一下哪一边对你和你的家庭更重要。第二，尽可能保证你每年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这是一个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一般来说，一年内在美国停留超过6个月，是证明你有永久居住意愿的一个比较有力的时间指标。当然，不是说你住满183天就绝对安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线。如果你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要照顾国内生病的父母，必须离开较长时间，那一定要提前规划，申请好回美证，用这个官方文件向移民局表明你是有正当理由的长期离境，并且有明确的计划回来。回美证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审查，但它是一个正式的、积极的声明，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得多。第三，要在美国留下你生活的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在美国建立并保持紧密的经济、社会和家庭联系。比如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哪怕是小公寓，并且在按时缴纳地税，有长期使用的本地银行账户，里面有合理的资金流动，而不是一个沉寂账户，有常用的美国信用卡，并有良好的还款记录。最重要的，如果你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都定居在美国，这是最强的家庭纽带证据。这些都是证明你把根扎在了美国的硬证据，是数据世界里代表你存在的信号。
如果你在美国什么都没有，没房，没长期工作，没直系亲属，银行账户空荡荡，就是一个空壳状态，那你的绿卡身份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次大浪就可能冲垮。移民局的大数据筛查很容易就会把你标记为无实质联系的高风险人群。第四，按时报税，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是维护绿卡身份的必修课。只要你持有绿卡，无论你当年实际居住在哪里，无论你有没有收入，你都有义务向美国国税局申报税务，全球收入都要申报。这份年度报税记录是你保持居民身份的最重要文件之一，没有之一。它向政府展示你的经济活动、居住状态和守法诚信。如果你连续几年都不报税，移民局完全可以凭这一点质疑你，并吊销你的绿卡，因为你不履行永久居民的基本税务义务。记住，报税和交税是两回事，即使收入低不用交税，也必须申报。第五，对于政府的福利要格外谨慎的使用，要有策略。如果你经济上暂时遇到困难，像食品券、医疗补助这类非现金的实物的福利，相对风险小一些，因为它们更直接的与当下的基本生活需求挂钩。但是像 SSI、TANF 这种直接发现金的福利，我的建议是，除非真的到了山穷水尽，并且你确定自己会长期在美国生活下去，短期内不会离境的地步，否则最好不要去碰。它们就像一个个明显的信号灯，很容易在数据筛查中被捕捉到，并且直接关联到公共负担的评估。在申请任何福利前，如果可能，咨询一下移民律师或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解清楚对你移民身份的可能影响。现在我要跟你说一个更严峻的，关系到未来移民的动向。2025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宣布暂停处理一部分绿卡申请，理由是需要进行额外的审查和背景调查。这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移民局现在不仅严查已经拿到绿卡的人，就连还在申请路上的人，审查门槛也大幅提高了。他们试图在源头就拦住那些未来可能成为问题的人，这意味着等待时间可能更长，被要求补材料甚至被拒绝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同时，川普政府重新启动了那个让很多移民家庭紧张的公共负担测试。这测试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在你申请绿卡或某些移民福利时，移民局会像医生体检一样，拿出一套复杂的评分体系，综合评估你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主要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公共负担。他们会看你的年龄、健康状况、家庭状况、资产、资源、财务状况、教育技能、英语能力等等。如果你的收入很低，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存款或资产，或者已经在美国领取了某些指定的公共福利，那么你的申请就很可能被拒绝，因为他们判定你可能在未来成为负担。这个规则在拜登时期一度被搁置或放松，但现在又被捡起来，并且执行得更严格了。而且注意了，这个测试不仅仅针对新申请人，甚至可能影响到那些离境超过6个月再返回美国的绿卡持有者。也就是说，就算你有绿卡，如果你离开太久再回来，海关或移民局也可能被授权重新审视一下你的经济能力，看看你是否已经滑向了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境地。我知道肯定有朋友会问，那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绿卡的是不是不一样？听说可以豁免。没错，如果你是通过庇护或难民途径获得的绿卡，那么公共负担这条规则确实对你不适用。你领取福利不会影响你的身份，这是法律给予的特殊保护。但是这个豁免仅限于庇护和难民类绿卡。
如果你是靠亲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抽签移民等其他所有方式拿到的绿卡，那就没有这把保护伞了，必须严格遵守公共负担规则。而且，即便是庇护绿卡，如果你也长期不在美国居住，同样会面临移民局对你居住意图的质疑。福利问题可能不追究，但离境问题照样能让你陷入麻烦，因为庇护的前提是你需要美国的保护。你长期回到你声称害怕的国家，这本身就会对你当初的庇护 claim 和现在的居住意图产生严重的质疑。说到这里，我必须纠正一个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的误区，总觉得只要自己不犯法、不惹事、低调过日子，移民局就不会主动来找你。这种我不找事是不找我的想法在几年前或许还行得通，但在2025年的今天，在全面数据化执法和主动出击的政策基调下，已经彻底过时了。新的执法态度非常主动和强硬，他们不再被动等待邻居举报或你犯事，而是主动利用数据挖掘和模型预测来发现问题。虽然新闻里大规模驱逐行动主要针对非法越境者，但绿卡持有者如果被坐实了滥用福利、长期离境、欺诈等行为，被取消身份并驱逐出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案例正在增多。政府高层还透露出一个清晰的风向，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过，绿卡持有者在美国的居留权并非无条件的、绝对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绿卡是一份需要持续符合条件的合同，不是一劳永逸的铁饭碗。政府有权在你不再符合条件时将其收回。这明确告诉我们，现在的政策导向不仅要打击非法入境，也要清理那些虽然合法入境，但被认定没有真正融入、不遵守规则、只想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永久居民。这是一种价值观和治理方式的体现。那么，除了滥用福利和长期离境，还有哪些雷区可能让你的绿卡不保呢？我下面列举的这些，你也一定要心里有数，平时行为处事要避开。第一，犯罪行为，这是最直接的雷区。如果你被判定犯有重罪，比如毒品相关罪行、暴力犯罪、性犯罪、枪支犯罪等，绿卡几乎100%保不住，而且会被地界出境，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即使是某些被定义为道德沦丧的轻罪，如果涉及欺诈、盗窃、家暴等，或者你是多次犯罪累犯，也可能导致同样的严重后果。一张刑事法庭的判决书可能直接等于一份驱逐令。第二，移民欺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条，涉及你获得身份的根基。如果移民局发现你当初获得绿卡的过程存在欺骗，比如假结婚、虚构投资计划、编造庇护故事、隐瞒关键信息等，那么无论这件事过去了多少年，哪怕你已经成了公民，绿卡和公民身份都可能会被撤销。这个过程叫做撤销程序，你还可能面临刑事起诉，罪名是移民欺诈。第三，威胁国家安全或从事间谍活动。如果你被认定与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从事间谍活动或任何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你的绿卡会在瞬间失效，并且可能面临无限期的居留，法律程序也会完全不同，权利会受到极大限制。第四，加入某些敏感组织。如果你加入了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组织或敌对势力的团体，哪怕你觉得自己只是参加了个普通的同乡会或政治组织，也可能导致绿卡被吊销。这条的边界有时比较模糊，特别是对于一些政治立场鲜明的组织，需要格外小心，了解清楚该组织的性质和背景。
第五，在外国军队服役，这一点很多华人容易忽略。如果你在另一个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尤其是这个国家与美国关系紧张或处于敌对状态，那么你的绿卡身份就可能受到严重影响，有时候甚至是被母国要求回国参加预备役训练或短期服役，都可能带来麻烦，因为这被视为对外国政府的效忠行为，与你作为美国永久居民应效忠美国的义务相冲突。第六，参与美国选举投票。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铁的规定，绿卡持有者没有投票权。如果你在任何美国联邦、州或地方选举中投票，哪怕是在不知情或无意的情况下，被他人登记成了选民并投了票，都可能构成吊销绿卡的充分理由。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被视为对美国主权和选举制度的干涉。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看明白了。绿卡虽然名字里有永久2个字，但它赋予你的居住权其实是有条件的，并且这个条件可以被随时收回。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一段需要持续维护，不断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配得上这份信任的关系。它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责任。那到底怎样才能真正守住这张来之不易的绿卡呢？说到底，核心原则就是要像一个真正的、诚意的美国居民那样去生活，把你的生活重心和家庭基础实实在在地放在这里，有稳定的工作或可靠的经济来源以自给自足，不试图去占福利体系的便宜，每年按时诚信报税，严格遵守法律，保持良好的道德记录，避免长时间离开美国。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你的绿卡身份就会很稳固，数据会为你说话，证明你是一个积极的、贡献社会的成员。但反过来，如果你只是想保留一个身份，以备不时之需，一个 Plan B， 实际的生活、工作、情感和社交圈都在国内，或者总想着如何最大化地利用美国的福利系统，而最小化自己的付出，那么我真心劝你，要么尽快调整你的生活状态，做出明确的取舍和选择，把家真正安在美国，要么就认真考虑是否要主动放弃绿卡，比如通过申请回美证，或在领事馆办理放弃手续，体面地离开。因为在2025年这种高强度、智能化、零容忍的大清查背景下，心存侥幸，试图在2个国家之间维持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模糊状态，最终很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入境时刻，遭遇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追悔莫及。最后，我给你一个最实在、最重要的建议，如果你对自己的某个行为是否合规感到不确定，心里不踏实，比如离境时间会不会太长，领取的某项福利会不会有问题，某个过去的记录会不会有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去咨询一位靠谱的、有经验的移民律师。专业的律师能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评估风险，帮你梳理证据，给你量身定做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这笔咨询费看似是额外的开销，但和你可能失去绿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绝对是值得的、必要的投资。如果你已经收到了移民局的任何正式通知，比如要求出席听证会或意图取消绿卡的通知，那就更不能耽搁，必须立刻马上找律师帮忙。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不要试图用中文思维去理解英文法律文件，或者听信非专业人士的经验之谈。我朋友就是这样没事的。移民法体系异常复杂，且经常变化，一个细微的程序错误或一个不当的回应，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让你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请你一定记住，在移民问题上，我不知道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我以为也不能运气好，更不是长期的策略。只有主动去了解规则，清晰地认识规则，并严格的、真诚地遵守规则，才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未来在美国生活安稳、心安理得的唯一正道。绿卡是特权，不是权利，维护它需要我们持续的付出诚意和努力。好了，今天关于绿卡风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和你的朋友有提醒和帮助，请一定点赞、订阅咱们月活晚年频道，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如果你的亲友中也有绿卡持有者，特别是那些经常回国又涉及福利问题的朋友，或者正在申请绿卡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朋友，不妨把这期内容转发给他们看看。我是林月枝，咱们下期再见。